大家好，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。随着国庆假期结束，手机厂商们已经拎着新机蓄势待发了。关于各家的新一轮旗舰机会有啥亮点，大致的配置情况如何，Tiger之前都陆陆续续有和基友们盘过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高端旗舰固然耀眼，但终端机的性价比和堆料更能打动大众消费者。恰好最近红米、iQOO和真我等仔细旗舰爆料频出，Tiger 也打算趁热打铁，和大家一起看看这些终端新机的配置情况。那么话不多说，直接开盘。K 系列一直是红米的当家扛把子，也是出货量和产品力的双重保证。像是 K60 至尊版，它的表现基友们有目共睹，被诟病很久的塑料支架没了，整体质感又上一层楼，影像表现也跟上来了。IMX800 主摄搭配旗舰算法下放，总算不是扫码水平。当然更关键的是Redmi K60 至尊版还真把天玑9200 Plus 调明白了。至于 K70 系列，相比 K60 至尊版可以说是全面升级。从截至目前的爆料来看，依然是三杯齐放，分别是 Redmi K70E、K70 和 K70 Pro， 其中 K70E 依然搭载天玑9200 Plus， 这套换新手法和 K60E 如出一辙。不过考虑到天玑9200 Plus 的优秀表现，只要价格实惠，不失为一款好机子。其他配置暂无消息，但结合以后缀的一贯定位，Tiger觉得 K70E 会把 K60 至尊版的核心配置搬过来，然后再做一些小升级。而 K70 和 K70 Pro 升级幅度就蛮大的。处理器没啥悬念， K70 用的是骁龙8 Gen 2，好评如潮的老朋友了。K70 Pro 则搭载即将发布的骁龙8 Gen 3， GPU 提升会很大，不妨期待一波。当然，最大的惊喜还是在屏幕和影像上。K70 和 K70 Pro 都会用上华星光电的 2K 高刷屏。既然 K60 至尊版都用上了 13U 同款 C7 材料，那 K70 系列大伙都懂得哦。接着是影像，在终端机上消失近3年的长焦镜头将会全员回归，不过该有的等级森严，从不会缺席。比如红米 K70 的影像配置是 IMX800 主摄加1300万超广角加 2x800万人像镜头，相比下来 Pro 版就高人一等了。IMX800 主摄加 3.2x JNE 长焦加800万超广角镜头，至于如充电、NFC 等外围配置，目前能确定的消息是 K70 标准版5500毫安时加90瓦快充， K70 Pro 则是5500毫安时加120瓦快充，大电池搭配100瓦快充，应该也是后续大厂子系旗舰内卷的大方向。看到这里，有基友可能会问，你咋不聊聊外观？众所周知，红米 K 系列的优势一直是堆料实诚，外观这玩意嘛，大伙看看渲染图就知道啥情况了。当然了，设计可能没那么讨喜，但起码金属中框和无塑料支架终于可以做到我全都要。哦对了，之前看到有基友问我 K70 系列是不是没有无线充电了，猜对了，确实是没了。不过换来了 IP68 和外观质感的提升，这波取舍倒是挺合理的。上一代 K60 首发价是2499元起，那堆料更猛的 K70 是否还能保持相近的价格呢？Tiger 有点期待了。今年的 iQOO 主打一手先发优势，比如 K60U 采用上的游戏超分插帧，iQOO 在自家 Neo 8系列上就早早的用上了，而且这双新之一还是蓝厂自研的 V1 Plus 芯片。而 iQOO 11系列也凭着广域超声波和200瓦快充，在 3K 到 4K 价位段乘风破浪。那么 iQOO 12系列会有啥新变化呢？咱们从 iQOO 12说起。屏幕三星 2K17 直屏，亮点是金属中框加无塑料支架，处理器也没啥悬念，骁龙8 Gen 3视野。但影像方面就挺让人惊喜的，之前就有爆料表示 iQOO 12系列要用 OV50H 当主摄，现在更为全面的影像配置新鲜出炉。iQOO 12全系，你没听错，是全系都会搭载 OV50H 主摄加 JNE 超广角加 OV64B 潜望式长焦镜头。OV64B 长焦可是顶级影像旗舰才舍得用的。不过 iQOO 祖传的快充优势在 iQOO 12上可能要丢掉一些。今年 iQOO 12系列不再追求极致快充，转而用大电池加100瓦快充的均衡方案，比如5000毫安时加120瓦，5400毫安时加100瓦。真要让我选，我还是更倾向于大电池加100瓦快充，问就是不差那几分钟。这么看来 iQOO 12的标准版和 Pro 版差异化就没那么明显了。影像和芯片看齐，剩下的就是超声波指纹、快充和曲面屏。对曲屏无感的基友们，无脑充标准版即可。
相比于其他未发布新机的半遮半掩，1+12的配置和外观老早就被扒了个清光。外观不能说新鲜，只能说和前代没啥区别。2K 国产新机采曲面屏，骁龙8 Gen 3，最高24GB 加 1TB 存储规格，快充比较均衡，5400毫安时，大电池加100瓦有线加50瓦无线。像是金属中框还有超薄光学指纹啥的，都是后续仔细旗舰的标配。影像这块倒是卷得飞起。IMX966 主摄加48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加 OV64B 潜望镜头，好家伙 ，OV64B 又是它，像素高，底部小，确实是当高素质长焦的料子。关于真我 GT5 Pro 的爆料，台狗没看到太多。目前可知的是，处理器会用骁龙8 Gen 3，同时也跟上了今年这波终端机长交普机潮，把潜望镜头安排上了。但是今年各家应该都不会再追求极限快充，所以真我 GT5 的240瓦大概率不会出现在 GT5 Pro 上。其他周边配置像是金属中框高素质 1.5K 或 2K 屏幕，一个都不会少。最后看到这儿，估计基友们都会有一种感觉，那些手机大厂的子品牌已经在追赶大哥的路上越走越激进。或许这也是手机厂商应对终端市场激烈竞争的一种解法。子品牌手机不再搞得那么等级分明，也不再搞很离谱的硬件阉割，甚至把旗舰机独享的质感和影像进行下放，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好事。当然了，细说不是胡说，厂商也不可能真让小弟干翻大哥。虽然长焦不再是旗舰机独享的 moment， 但旗舰手机的影像早就细分出很多玩法了。硬件上有长焦微距、大地暗光长焦，软件上又有各种独家算法加持，这都是仔细旗舰短期内无法拥有的东西。但按这趋势来看，以后子品牌旗舰和主线旗舰硬件差距会越来越小，更多的是强势点的取舍。就好比红米黑系列打游戏就是比小米旗舰更稳，阿酷数字系列充电就是比 vivo 更快，一加的性能释放策略和搞机开放性就是比 OPPO 更激进。这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，选择无疑是更多的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，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